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在軍事上面的議題是中國大陸它的空天母艦，我們今天會特別來關心，還有它的極音速的戰機現身了。另外，今天會關心的另外一款武器就是美中的聲波武器是否進入實戰化呢？太空戰爭難道進入倒數計時開打了嗎？今天這些議題一起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讀的是，今天會特別來關心到中國大陸的這個10萬噸的母艦軟鳥。另外呢，再加上它的無人戰機玄女，可以進行這一種空天作戰，還有這個極音速的飛彈，中國是在公開的宣示追平美國的太空武力了嗎？第二件事情，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隱身戰機哦，這一款白帝，它可以自由的切換，不管是有人無人的模式，自由的切換。另外，第二款的戰機就是紫火了，根據了解，它是可以垂直起降，在低重力環境作戰的。媒體這個時候高調報道是要挑起針對美國的太空軍備競賽，把美國給拖垮嗎？第三件事情，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在美中的声波武器上面，到底是否能夠徹底改變目前現代化戰場的格局？這些議題都會今天一起的來做討論。好，我們先來看到是大陸央視自己做的報道，說1月10號這一天，它特別公布了這一款是10萬噸的空天母艦，這個是軟鳥號。來看一下它的基本資料，全長200多公尺，那麼翼展開來達到了684公尺，最大起重12萬噸，重點是它可以搭載88架的玄女無人空天戰機。玄女是不是也真的即將搭配着它來做這個戰鬥呢？我們來看到它是擁有的這些功能，包括了無人制空的戰機，能夠在大氣層內飛行之外，在大氣層外也可以作戰哦。使用的是粒子加速炮、极音速飛彈等等的武器。央視是這樣說的：確實現在看起來還是在概念的階段，但是未來會致力中國在這種航空跟航天的技術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方向。也就是說，類似的黑科技會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的主要發展方向嗎？委員怎麼看？中美两國大概目前在太空武器跟太空戰爭上面發展的相對比較領先的2個國家，而這些太空武器有2個特色，第一個叫 Space Control， 我們一起可以翻譯成像制空權一樣的制太空的權利，就是控制在太空中的飛彈，以及太空中的衛星的運作哈。第一個叫 Counter Space。Counter Space 叫反太空武器，這是一個攻一個守的概念。你到底有什麼能量可以面對對方的太空武器的攻擊？而且這個所謂的 Counter Space 裡面還包含了一個電子戰，如何癱瘓對方的衛星或者擊毀對方的殺手衛星。那我們來評估一下，一步一步來哈，就是如果是以目前的軍用衛星來計算的話，美國有800顆軍用衛星，中國有400顆軍用衛星，但中國也正在增加當中。那第二個，中國的火箭發射的能量是比美國來得快、來得多啊。可是呢，美國如果自己的國防部已經沒什麼能力，都靠 SpaceX。那 SpaceX 有一個中國正在努力達成還沒有達成的，就是什麼？就是它能夠回收火箭。中國大陸現在回收火箭的量，還沒有成功，目前為止都失敗，可能未來會成功。但是為什麼回收火箭在太空上作戰很重要？因為太空以後加大的是量，不是你發射多快，你多少火箭可以隨時使用。那如果可以重複使用的話，那量等於加倍哈。因為太空戰未來就是要如何補充被擊毀的太空武器以及衛星。那你如果不能補斷，你就不能夠戰爭，你的耐久力就不會久啊，耐久力不會。所以在第一個時間，中国會占便宜。那耐久力的話，就可能中国會出現一點點弱勢啊。那其他的哈，包括這種非常非常科幻型的武器哈，那當然目前是在媒體報道。那我們不太了解它的技術資料，至少我看不到太詳細的技術資料。比如說在大氣層最高端的時候，有這麼龐大的一個軟鳥的航天母艦，把航空母艦搬到這種半太空去，它有多少的自衛能力？我有點擔心，就是防空武器很容易把它擊落啊。因為它在上面匿蹤也很困難啊，這是第一個問題。因為越大越容易发现，越容易被攻擊哈，而且越容易遭到飽和攻擊。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怎麼去評估它的在戰爭中的生存能力哈。
那第二個，它當然可以用旋女，那旋女是能夠用歷史炮。我所知道的歷史炮現在只能在大氣層外使用，或者攻擊對象是衛星。歷史炮在地面上因為有空氣等等，效果不是那麼的理想啊。那所謂极音速導彈武器啦，那可能要依賴比較大的，不是旋女，要依賴的白帝啦哈，或者說有沒有什麼更強的什麼直火之類的東西？這個聽起來都非常的中國傳統的神話的概念，但是在實際軍事上，我覺得央視講對了，是一個概念的階段哈。那這樣的一個計劃到底切不切實際？真的還要再繼續來檢查一下，因為航空母艦在海洋上有它的生存的依據哈，但是你到時候要派那麼多的什麼叫驅逐飛機去防衛這個航天母艦，可能困難度會非常的高，困難度會非常高。不過現在有創造力，這總是好的啦，但是未來成果如何哈？這個南天門計劃可能還要等待孫悟空悟空來檢查一下，到底有沒有效果。好，剛剛特別談到的是這個航天母艦，但是另外其實這個剛剛特別提到這個南天門計劃裡面，其實還有一些比較吸睛的項目，就是有關於他們的戰機。那今天特別要介紹的兩款是來自於《環球時報》、《人民日報》等等報紙特別去做的報道的兩款，這個是第一個白帝戰機，第二個是紫火。我們先來看到白帝的一些小檔案，我們 CG 上面看到它呢有引申的外形，加上複雜的可變机翼，那麼被形容是會飛的變形金剛，全頻段有隐身，然後有人無人模式可以自由切換，無人機來指揮有這種能力哦。那麼它也可以更換模組，隨時轉換任務。第二款我們來看到的是紫火，它的一些小檔案，它比較像是未來戰場上面的異形角色，稜角分明的一個機身，立場涵道可以那個輕轉動力艙，被視為是可以做的是通用垂直的起降平台，在低重力還有稀薄大氣層裡面可以做極端的環境運作。老師怎麼看？我們覺得很科幻的哈，他也說是目前概念性的階段。可是你想想看，他是在央視的軍事頻道叫利劍，這麼完整的播出哈。我覺得是不是已經不只是概念，某種程度它已經有一個體系在那邊了，就至少大概有一個發展的方向，這是一個大的戰略的方向嗎？那是不是有一些已經配合了？那在技術層面，像是這個超高音速飛行，或者是空天的雙模式的轉換，以及一些這個你看到無人機以及無人機跟有人機之間的轉換。像這個旋女，其實在2年前就已經展示出來了。那天帝跟紫火也是去年開始有一些發展。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軟鳥10萬噸，其實12萬噸了，它的這個母艦能夠載88架，聽起來真的很科幻了。對。可是換一個角度而言哦，現在已經進入到就是中美之間的這種所謂G2的體制。而最後還是以實力，而大國最後的實力其實還是經濟跟軍事。那尤其在軍事的層面，美國還是全球的這個布局。可是呢，一直以來18世紀到現在的這個霸權都是海權的霸權。那中國大概不會在海權的霸權上面去跟美國做全球的這種競爭，那他就走空，而且走空天，也就是說，你如果自空，某種程度。你掌控了衛星軌道，而且這個彈道飛彈防禦，雷根時代的星戰計劃其實就只是一個彈道飛彈防禦，只不過是在它發射端就能夠做防禦，也就是你進入到大氣層之前，它就能夠在太空有那個雷射，就直接在你發射端進入到這個在大氣層的部分呢，就把你給攔截下來。這是一個當時的計劃，當時這種計劃都覺得很科幻，最後也沒有實現。那現在這個計劃有沒有可能，這個遠超過所謂的雷根時期的星戰計劃？它如果真的做到，你就海權其實根本不重要了，洲際彈道飛彈也不重要了。也就是你基本上其實在太空這個以及大氣層隨時的進出，掌控軌道，掌控制空權。那你地球自轉，你就任何的角度。
你都可以去做制空、制海的作為。那至於防衛的這個層面，當然它大概有它的思考，也就武器必須要發展。講到這裡還是要強調，蠻科幻的，那是有一些概念。不過這個方向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呢？也就是說，我花大錢去給你搞大海軍，全面的跟你去競爭海權競爭，其實那個不一定有那個效益，因為現在的方向不一樣。而中國在這一些技術的層面，加上 AI 的這個掌控，跟機器人，以及跟它的產業製造的能力，跟它成本跟規模，其實這個方向如果現在有一個概念性的創造，那未來會不會出現，然後慢慢的拼湊起來？我覺得其實要觀察的。好，這看起來是這個中美之間在航空航太武器上面的一個競爭。那很多的武器還在概念化，但是我們再來看到另外一個聲波武器，美中都有在做的，是不是已經正式的進入實戰化了？先來看一下上次，美國總統川普不是派兵去進入到這個委內瑞拉總統官邸嗎？那根據了他們幸存的委內瑞拉的士兵的自白，說當天其實有20多名的美軍突襲委國總統官邸，而且他們帶着是一種未知的科技武器，對數百位的守衛的這些軍人方面進行屠殺。他們說類似這種武器，他們覺得就是聲波武器。那些士兵說，當時拿出這個武器的時候，他們是完全無法做競爭的，甚至連站都站不起來。那麼其實類似的武器，過去菲律賓也曾經指控說，中國大陸對他們的這個海岸防衛隊來使用過，是真的聲波武器變成已經實戰化了嗎？張震老師又怎麼看？其實這是一個相當傳統的這個武器，這個武器發展了已經有幾十年了。它通常被歸納在非致命武器，它叫 NLW Non-Lethal Weapon。它最主要是震爆以及這個群眾控制，或是驅動這個就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歹徒想辦法離開。所以基本上來講，它是讓它失能。那這個東西的科技其實這個無論是哪個稍微像樣的國家都會就有這個，但是它所謂的聲波武器其實也不盡然完全是聲波，因為有很多超音波對於人類這個基本上來講也能造成失能的效應。那基本上來講，它是一種定向能量武器的延伸。那定向那個就是定向能量武器也包含了這個雷射光能，所以聲波呢，因為声波基本上來講它是向四方擴散的，它不能就聚能你除非把它變成一個声波束，所以声波束的你要能聚能的話，你就其實相當大，所以能夠做到那麼輕巧，其實這個有很多這個技術上的困難，也有一些它那個就是環境上這個就是說做不到的地方。但無論如何，這個在未來的戰爭呢前景之中，其實是相當有潛力。譬如說坑道戰、駐營地戰鬥、巷戰，或者說是這個叫做人家叫做 CQB 這個 Close Quarter Battle 就是受限制空間內的這個格鬥跟戰鬥，這個其實都非常有它的前景。但是呢，有很多時候這個委内瑞拉這個總統府裡頭那些士兵他講說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有很多時候，他其實是這個謝責之詞未見得是美軍真的有這麼厲害，如何如何。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另外呢，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這個重要的這個關鍵，就是說，當初這個帶着這個馬杜羅總統離開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士兵沒有戴任何的護耳罩？假如用聲波武器的話，那他們是不是都應該，對不對？你不能用這個武器把自己給傷到了。所以呢，你今天這個任何的武器的使用者，他都必須有相關的配套的保護、自我保護的措施。假如你自己都保護不了，你怎麼能夠真正來應用？但是無論如何，這個絕對不是新科技這已經做了幾十年。但是它沒有突破，就是因為它確實有很多技術障礙，也不是那麼簡單就能突破的。好，謝謝張震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